今天我不是要带你们去吃东西哦，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瑞士人第一次在台湾过清明节，那还有跟家人一起去扫墓的经验。你们有没有很好奇外国人在台湾过清明节有什么看法呢？好，我们就来看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安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个礼拜台湾人4月5号过了清明节。那清明节的时候，台湾的文化就是大家都要跟家人聚在一起，然后去扫墓。那去扫墓就是拜拜祖先啊，给他们食物，等等，就是有一点像在墨西哥的 Dia de los Muertos。对，这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节日。那其实我从来台湾到现在，我没有去过，就我没有去扫墓。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跟我老公结婚。那在按照台湾的传统，如果你不是家人，你不能去。但是今年呢，大家应该不知道，但是我2月15号跟我老公结婚了，登记了。对，那因为我们就登记了，所以我变成了他们的家人，所以今年我就跟他们一起去这样子。那其实我老公的家人是教宗，所以他们是客家人。那很久以前呢，我老公的阿公，还有他的堂哥，他们在桃园开一个灵骨塔，就是宗家庭的灵骨塔。然后因为之前我没有跟他结婚，所以我没有去过。那因为今年我们就登记了，我变成中安德利亚，所以我今年就有机会跟他们去扫墓，然后就是体验这个台湾的文化。那今天呢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的原因，是因为其实瑞士我们没有这种节日，也没有这种文化，因为感觉台湾比较尊重，比较对祖先很重视，就是还是虽然他们已经过世了，但是每年还是会为了他们去拜拜啊，送给他们东西啊。那其实我们的文化就是有点像。有一点难过，这样，但是过世了就过世了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没有别的事情这样。那我们没有这种节日，然后感觉也没有这种扫墓的文化。就是如果你想要去扫墓，你随时都可以去，就不一定要特别一个节日，而去做这件事。那像我的家人，过去的家人嘛，或是亲戚，他们都不在同一个地方。那我从小时候到大，我都会去参加他们的葬礼，但是后来，也没有去扫墓。就像我阿公啊，他2年前，在葡萄牙过世了。那因为那时候刚好是疫情，所以我就没办法去参加他的葬礼。那现在他在哪里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到那时候到现在我还没有去看他。然后其实我其他的亲戚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，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没有带我们去看他们，或是去扫墓啊，所以其实他们就过世了，就过世了，就这样。那当然有一些人，如果是很重要的人，他们还是会带一些话，给他们，然后稍微 clean 一下，但是像我的话，我还没有这种经验，就是可能比较我阿妈，因为阿公是她老公嘛，所以我阿妈就可能比较常会去看他，但是因为我们是他们的孙子，所以就没有了。好，那我来跟你们分享我的经验。那记得看这个影片到最后，因为呢，我们扫墓完了，我们就去一个地方，超好吃，去吃大餐。那我们去哪里吃呢？
如果想知道，一定要继续看哦。然后我们开始这个影片之前，记得去按赞、分享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，因为很有帮助。然后我谢谢大家支持我，然后一直留言的人，真的谢谢你们。然后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。那我们就开始啦。好，那我们哪一天？礼拜二，11月5号呢？我们就很早起，因为我们9点要到那个中灵骨塔的那个地方。那我们到那边的时候就9点多，然后已经有很多人，而且都是行踪。那一开始呢，我们到那边的时候，我们做了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拜拜大阿妈。大阿妈就是去年过世了。那它就是放在那边，所以我们就去那边，然后把水果放在那边，然后拿香，然后就拜拜一下。拜拜完了，就是那边呢，我们之后就吃了客家传统的簸箕，大家应该知道是怎么样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蛮好吃的，然后我们就吃了簸箕之类的。那其实这个意思就是希望这个中 family 他们就是永远的黏在一起了。那吃完了簸箕呢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大家都拿一个香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绕一圈，就像这样子，走一圈，然后去拜拜，先去拜拜土地。那拜拜土地完了，我们就去拜拜祖先。拜拜祖先，这一段是这个部分是蛮久的。那边有一个老人家，然后他是用一本书然后他就念一些，好像叫阿弥陀佛，应该是这样讲吧。阿弥陀佛的东西，就是用客家语。讲话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然后最后他就是念了用客家语念这些中家庭的孙子的名字，就是让祖先知道谁有来。那这个过程的意思就是要叫祖先来跟我们团聚，然后吃我们送给他们的食物。那他们怎么知道祖先有没有来呢？其实台湾有个方式，第一种方式就是用爸杯，在庙里可以找到的那种红色的那种爸杯，然后你丢在底板，如果两边是相同，那就是 yes， 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是 no。那这一次它也是用类似的一个东西，也是2个东西，然后它就是丢在底板。那如果两边都是相同，就是意思他们就来了。所以他是一开始试看了好几次，然后都是相反的，所以他意思是他们还没有来。那过了好像3、4次，它就是相同的。所以意思就是祖先来了，那来了的话，他就是让他们先吃饱了嘛，那我们就去旁边等。就是过了一段时间，那一个部分我没有参加，因为我去做别的事情。但是他们就是问了，也是拜拜，然后问祖先有没有吃饱了。那他们就吃饱了的话，我们就去放鞭炮。那放鞭炮这个意思其实有很多，有一种意思就是不要让不好的鬼去欺负那些祖先。那有一种说法也是说，也可以让祖先去天堂嘛，就是送他们回去这样子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就是烧了纸钱。那之前呢，就是我们把钱烧了，然后给祖先。那其实这个概念对我来说就是蛮有趣，因为在我的文化没有这种概念。其实我们的祖先是不用吃东西，也不用钱。那我来台湾之前，我是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。
然后我来台湾之后就发现，原来猪血也需要吃，也需要钱。但虽然我已经了解了，已经习惯了这个概念，但是我还是觉得蛮有趣，因为在我们的文化，我们就会觉得人家过世了就过世了啊，就不用什么啊，对啊，就不用吃，不用钱这样子。对，就是蛮有趣的一个文化差异。那我们扫墓完了，大概是吃饭时间呢，所以我们就是去了勇敢渔港吃大餐，吃海鲜，因为那边就是靠海边，所以就是有很多很新鲜的海鲜跟鱼。那个地方有一个市场，然后它有分3区，第一个区就是吃一些小吃，就是像炸的东西、饮料啊、甜点啊、水果等等。然后我们到了第2区，这个真的很让我想想我那时候在突尼西亚的那个 souk， 也是他们那边的市场。因为你一进去那个地方，哇，那就大家，因为他们就竞争力嘛，因为有很多餐厅就是在旁边，那他们就是要吸引人家来吃他们的餐厅。等下我们刚进来，我们先参观一下。吃饱了，我带你们去参观。所以他们就会说啊，你吃饭了吗？啊，你可以来这边呢。我们有好吃的鱼啊，这很便宜啊，这个是最好吃，真的，这是最新鲜，这是什么，是真的。你过哪一条路，大家都来这样跟你讲，我就觉得，哇，这个太夸张了吧。然后我就觉得很让我想想，就是那时候在突尼西亚也是一样，他们就大家都来买你东西，真的很可怕。然后我们到第3区呢，也是蛮好笑，因为那边就是买新鲜的鱼跟新鲜的海鲜，就是我的天堂。我超喜欢，然后那边超好笑，有一个阿姨啊，她就是要买她的东西嘛，就像买鹅啊，然后比方说她一开始讲就是2包是200块啊，那2包200块，2包200块，谁要？然后她看没有人发言说，好，2包100块，100块，谁要100块？然后他就一直这样子，我觉得超好笑。我就在旁边，我就没办法，就超级好笑。然后结果就很多人去买，然后他就是开始买鱼，也是一样的，我就觉得很好笑。然后我就觉得哇，他很会买东西耶。就是太厉害了吧，然后结果我们就是回去第2区吃大餐，然后吃海鲜，就是很好吃，我给你们看，对，我们吃得很饱，然后我们就回家了，回家休息喽。好，这是我第一次在台湾扫墓的经验，我觉得蛮有趣，然后我觉得体验不同国家的文化，我觉得真的很有趣，因为你会学到新的文化、新的习俗啊，还有新的概念，那我觉得蛮开心可以去参加这种文化，然后也是吃了蛮好吃的海鲜，就是我非常喜欢海鲜，所以大家如果你们有什么推荐一些海鲜的食物，可以留言跟我分享，然后也可以跟我分享你们清明节怎么过呢？也可以留言一下跟我分享，然后希望你们觉得这个影片很有趣。还有喜欢那记得去按赞、分享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。然后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，去外面要小心。然后我们就下次见吧，拜拜。